大家好，我現在有點時間呢，我就抓緊把黃金的小的級別走勢再說一下。就在這裡的話，我們最好的策略依然是持有高位的空单，現在不動。那目前從30分鐘圖表上面看，它是在做低位的盘整走勢。那在這裡的話，我們不建議去做一些雙向单，你只可能在一些重要的壓力位去開空單，因為我们打到日線圖表去自己看一下，它的位置不太理想。那從30分鐘圖表，它依然是从5419这个高点下来呢，它走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震荡，在30分鐘圖表，在整個這一個低位的一個盤整期呢，它時間現在還不是很夠，但是我們要把這個走勢結構去分拆來，那它很多的走勢就很清楚。就是你從5419第一波下跌之後，它這是一個盤，那盤整區域呢，那我們跟走勢以前也分析過，就是怎麼說呢，下一個盤整區域，然後最終它還是會去選擇向下，這是最常規的走勢。因為這根據纏論裡面，它就是一個級別的擴展，就是從30分鐘擴展到2小時，也就是小時級別的一個走勢。那在這個位置它是比較確定性的，確定性的後面呢，這些低點都會去破掉，但是中間這一個震盪區間呢，它是做一些無序的一個走勢。那我們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自己的頭寸，而且你在這期間不能去用重倉或者是滿倉的形式去做這些交易，你這裡就是要把頭寸管理好，讓走勢自己去選擇。最終在這個位置，我們30分鐘很明顯的，它早盤打的這個低位呢，說白了就是要去掃非農這一段走勢做多的一些行情，並且現在原油還有美元呢，它之間有一些細微的一些變化，原油波動比較大，我也在緊盯原油，看能不能尋找一些機會吧。那它掃完單之後迅速又反彈呢，它這裡就是讓很多人做多的人也不是很順暢，做空的人也不是很順暢。那在這個位置呢，它的走勢其實很明了的，在近期5191這個高點不重新去大陽線的形式拉上衝破，那它還是會去向下，就它整個結構已經走的是比較明朗的。那今天的話，我的建議就是還是繼續等啊，它隨時可以去做一個跳水向下去選擇。當然這個只是預判啊，就是從它的走勢結構，它是有這個需求，它可以在下面從小級別30分鐘在這裡回跌之後呢，再做震盪，你最終就是耗時間，這是比較明確的。然後還有我們再看一下5分鐘級別的，5分鐘級別去看呢，這個高點的一個線段是比較確認的。如果說是這一波下跌，它是一個線段的破壞，它如果說這個破壞不成立，它就應該向上重新去過5191這個高點，對吧？就是我們分析就是有正確的一個分析策略，就是走勢按照正常的走勢去走，另外一種就是非常規的，那我們都要去控制好倉位，這種的話就我們進退自如，它出現什麼樣的走勢我們去做什麼樣的交易單。這目前我還是持有原有的空單保持不動，它隨時都可以以小級別的形式跳水，這是我自己想給各位說的一點。
這裡的話，我們多耐心等一等，然後我們再看一下2小时，2小时也是一样的啊，它2小时近期的这走勢呢，還是跟之前的分析是一樣的。如果說是不太清楚呢，可以去翻翻最近做的一些視頻的分析，我在這裡的話就不再去重複去說吧。說的話，其實技術分析也就那點事情，最重要就是耐心等待，它最終來講去向下，然後把這個走勢走完，形成一個中樞。你最終它這跌到什麼位置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，先耐心等吧，好吧？那這個視頻我就做到這兒。